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过去一周传出一系列有关中共国经济的里程碑式的噩耗。中国国内的资产管理公司的关闭数量创5年来新高。日本东京股市市值超越上海，再次成为亚洲最大股市等等。与此同时，中共总理李强带领一个1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包括10个部长级高官，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为中国经济大唱赞歌。中国经济的现实和未来到底如何？今天我们就重点来谈谈和中国经济相关的一些话题。在谈中国经济前，我先想和大家分享另一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这个演讲的主题和达沃斯的一贯论调格格不入，但是这个出人意料的演讲却在世界社交平台上疯传，就连世界首富马斯克也专门发推引用一个少儿不宜的照片来展现他是多么的引人注目。世界第一大财经媒体《华尔街日报》特意把这个演讲的重要部分精心整理，以观点文章的方式发表出来。虽然这个演讲的初衷是对西方世界当头棒喝，但是它的核心观点对于我们随后讨论中国经济的走向非常关键。我想很多观众已经猜到了我要讲什么了。对，我就是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下阿根廷新任总统米莱最近在达沃斯的那个演讲。这个阿根廷新总统米莱是一个极其有色彩的角色。在他当选阿根廷总统前，米莱就以其张扬的个性、独特的风格和强大的媒体影响力而成为世界瞩目的人物。世界左派媒体把他称为是一个极右的危险人物，而美国著名保守派媒体人塔克·卡尔森却专程飞到阿根廷，对他做了深度采访，并把采访结果用多期节目发布。这个米莱从小就与众不同，在学校他因脾气暴躁、言辞咄咄逼人而有一个疯子的外号。年轻时他热衷足球，曾在一个青年足球队担任守门员。1989年，阿根廷经济崩溃，出现惊人的恶性通胀，这反倒引发了米莱对经济学的兴趣，于是他放弃了足球生涯，投身于经济领域。米莱个性叛逆，虽然他和很多其他阿根廷的孩子一样，从小就读于天主教学校，但是他却大骂教皇方济各是一个肮脏的左派分子，把教皇领导下的天主教会也是骂得狗血喷头。他自己甚至在认真思考是否要皈依犹太教。他对全球暖化等世界流行理论也是嗤之以鼻，认为那不过是社会主义者蛊惑人心的谎言。同时，他认为目前西方世界出现的种种觉醒主义现象是新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文化领域的展现。他经常穿着皮夹克，发型凌乱，对支持者大声演唱摇滚歌曲，并善用社交媒体发表激烈言论。他和川普一样，靠媒体和电视出名。他本人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多个阿根廷大学任教，发表了60多篇论文和著作。但是他在阿根廷的电视辩论节目中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会用各种重口味的言语侮辱对手，言辞咄咄逼人。正是这种风格也让他成为阿根廷2010年代上镜率最高的经济学家，赢得了极高的公众曝光率，为他此后从政奠定了人气基础。米莱崇尚个人和经济自由，对中共的独裁统治本能的厌恶。阿根廷原定要于1月1日加入中共推动的金砖国家联盟。米莱2023年12月10日宣誓就职总统后的第一个重大外交决策，就是宣布阿根廷搁置加入金砖国家的计划。米莱这次在达沃斯的演讲，从内容上看很像一个经济学教授的演讲，但是因为他现在是以一个国家总统的身份讲出来的，所以他的观点就从一般学者的理论层面上升到了潜在的国家政策层面，而让他的讲话分量发生了质变。米莱开篇就说，今天我在这里告诉你们，西方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
这种危险来源于一些西方精英阶层扭曲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并给西方带来贫穷。这些人要么是出于善良的本意，要么是一些渴望跻身特权阶层的机会主义者。这个思潮让西方世界的领导人开始放弃自由的经济和社会模式，转而开始推崇不同版本的集体主义。我们在这里告诉你，集体主义永远不是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相反，它才是众多世界问题的根源。随后，米莱以阿根廷的经历为例，阐述了放弃自由经济的后果。他说，我们阿根廷在1860年采纳了自由模式时，在35年的时间中，我们就成为领先世界的大国。但是在过去100年里，当我们拥抱集体主义后，阿根廷的人民陷入了系统性的贫困，全球排名下降到了第140位。阿根廷的历史的确如米莱所说的，从经济层面上讲，阿根廷其实是比中国更老牌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是从1949年开始在中国掌权的，而阿根廷从1900年代以后，虽然政治上还是民选政府，经济上已经开始广泛实施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在1900年代前，如米莱描述的，阿根廷经济高速发展，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一度成为欧洲移民最向往的移民之地。目前，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众多的辉煌建筑都是那个时期建造的。但是在1900年代后，阿根廷的经济在一系列有社会主义特点的政策影响下，每况愈下。随着经济衰退，阿根廷政治也开始动荡。自1930年阿根廷军队首次推翻民选政府后，阿根廷长期陷入军事政权和民选政府争夺权力的恶性循环中，用高福利的承诺来贿赂选民，成为多届阿根廷政府的政策。特别是阿根廷的贝隆时代，这个时代是指在1946年到1955年，以及1973年至1974年，贝隆担任阿根廷总统的期间。他的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政策引发社会高度腐败，但是他的政策却被后续政府一直保留，导致阿根廷出口锐减，给阿根廷1980年代的严重经济危机埋下伏笔。随后，阿根廷的经济就一直陷入了高通胀和经济停滞的泥潭，始终无法摆脱。目前的阿根廷国内通胀达到近200%，大量民众生活在贫苦的状态。在全世界范围，阿根廷欠债还不了，国际信誉跌到了垃圾堆。米莱就是以阿根廷的痛苦经历对世界、对西方精英当头棒喝。在他随后的演讲中，他利用一系列经济数据来说明，自由的市场经济不仅是让世界走出贫困的最有效的制度，也是真正符合人类道德标准的制度。他提到，因为西方左派精英无法驳斥自由市场经济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优越，他们开始集中火力指责自由市场经济在道德层面的问题。他们批评推崇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是自私的，而集体主义则被视为善良和利他的。于是他们以提倡社会正义为借口，搞高税收，就如阿根廷过去80年中政客反复使用的这样的政治论调。但是这种以社会公正为借口的经济政策既不公正，也不利于社会整体的财富积累。因为社会通过强制手段征税，它的强制性就让它从本质上讲是非自愿、不公平的。国家依靠强制手段征税，税负越重，强制性就越大，对社会的自由度的伤害就越大。但是这些观点已经深入西方社会的根基，成为西方的主流认识，并通过控制媒体、文化、大学以及国际组织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特别是国际组织，他们对成员国的国家政治和经济决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米莱随后说，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勇敢地对这种思潮说不了。因为我们意识到，如果不坚决反对这些理念，西方世界将
必然面临越来越多的国家管制、人民的贫困和自由的减少。他还表示，很多西方人认为西方已经转向社会主义的观点很荒唐。这些人的认知错误是，他们认为只有国家直接控制和拥有生产资源的经济体才算是社会主义经济。但是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有新的定义，在当今世界，国家无需直接控制生产资源，就能控制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通过印钞、债务、补贴、控制利率、价格管制和制定管理市场的各种规章等等手段，已经能够完全左右社会中每个人的生活和命运。目前世界的一个主流论调是，国家应该主导个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但是这个论调是和曾经带领现代人类走向目前史无前例的繁荣的模式背道而驰的。米莱恳请西方世界考虑重返经济自由、小政府、尊重私有财产等思路上，因为历史证明这是保障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最后，米莱恳切地对在场的所有商界人士直接喊话，告诉他们阿根廷在他领导下的政策未来。他说，你们不要被政治阶层或依赖国家生存的寄生者吓倒，不要向那些只想保住权力和特权的政治阶层低头。你们是社会的恩人，是英雄，是当前人类经济辉煌的缔造者。不要让任何人说你的报复是不道德的。如果你赚钱了，那是因为你提供了更优质的产品和更合理的价格，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国家不是解决方案，它本身就是问题。你们才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请相信，从今天起，阿根廷将成为你们坚定的无条件盟友。谢谢大家，自由万岁！世界各国政商精英，特别是一些左派精英，在过去这些年一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讨论如何更多的控制世界，如何根据他们对世界未来的认知去改变现在的世界。米莱以一个国家元首的身份，忽然喊出了这样一个截然相反的论调，直接点出那些以社会公平公正为借口，用高税收等强制手段干预社会的做法是不道德的，高声呼吁西方放弃对社会过度干预的思路，还人民自由的生活方式，还市场自由的运作机制。虽然他的很多经济论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达沃斯这样的场合说出来，还是让人感觉耳目一新。这也展现出世界正出现物极必反的状态。世界的钟摆在向左派势力极度倾斜后，现在开始出现了往回返的迹象。很多保守派的反对声音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类似的这些场合。米莱的演讲虽然是针对西方政要精英的，但是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经济观点，对我们理解和预测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也非常有帮助。下面我们谈谈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未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提到，中共对这次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非常重视。中共总理李强首次带队出席这个经济论坛，而且在1月16日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把中国经济描绘成世外桃源般的美好，说中国经济稳健，开放大门越开越大，未来10年中国中产将达到8亿人，并在中共官方正式公布2023年 GDP 数据的前一天就透露了2023年中国全年 GDP 增长达到 5.2%， 因此提出世界投资中国市场不是风险，而是机会。很显然，李强此行的目的是在给世界投资人抛媚眼，希望他们能够重新对中共感兴趣，再次到中国投资。李强讲话的效果如何？在中国经济数据中，对这个问题做出最诚实回答的就是中国和香港的股市。在过去1周，中国股市再次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惨淡之最。自2021年的市值高点以来，中国
和香港股市的市值已经蒸发约6.3万亿美元。在2023年，中国和香港股市双双跌成世界最烂的股市后，摩根大通和高盛等华尔街银行的所谓专家曾预测中国股市将在2024年迎来复苏，鼓励国际投资人2024年到中国股市抄底。结果如何？2024年开年，中国股市就再次跌个不停。这周，股市对李强的讲话也同样是一点儿也不买账。他讲完，股市就开始持续下跌。香港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本周大跌超过6%，在2024年的短短头2个星期就已经下跌了11%，在今年全球股市排名垫底。中国大陆的沪深300指数在过去10周中有9周下跌，非常打脸现在亲自抓金融和经济的习近平。这让中共官员非常紧张。为了阻止中国股市持续下跌，中共使出了浑身解数。1月18日，一些中共机构被命令入市买股票，烘托股市。另外，中国最大的券商有中共官方背景的中信证券1月19日通知投资人，从1月22日起将关闭一个中国散户卖空股票的渠道。尽管如此，依然无法扭转中国股市的颓废状态。西方媒体分析报道认为，李强对中国经济的夸张描述，在国际投资人的心中很可能起了反作用。目前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经济有多糟糕，一些投资人没有在2023年把投资中国股市的资金割肉取出，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指望中共会在2024年推出大手笔的经济刺激政策。结果李强在达沃斯的讲话中居然说中国经济2023年的 GDP 超过了 5%， 而且强调说这说明中共有能力在不实施大规模刺激的情况下实现2023年的增长目标。此言一出，众多苦等中共经济刺激大招的投资人的心彻底凉透透了。中共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如此满意和乐观，2024年是大概率不会有什么刺激大招了。我们这还等什么呀？忍痛割肉也得撤呀！我在此前节目中提到，中共历史上拉动 GDP 的3驾马车已经都歇菜了。现在中共让 GDP 达标的新3驾马车已经换成了政法委、中宣部和统计局了。历史上因为种种原因，海外的众多媒体和金融研究机构对中共充满水分的数据基本都是拿来直接用的。但是现在彻底和现实背道而驰的中共经济数据，让媒体和金融机构想直接用都不好意思了。荣鼎集团是一家总部设在纽约的经济分析咨询公司，它成立于2000年代。它的研究报告涵盖全球各地经济和投资情况，特别专长对中国经济和投资关系方面的研究。荣鼎集团的网站声称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分析研究机构。同时，我在中共驻美领馆的网站上也看到有中共参战顾春芳于2020年3月专门走访荣鼎集团的报道，还有顾春芳和荣鼎集团创始人的合影照片。因此，荣鼎集团应该是个和中共关系还不错的金融智库公司。但是，就是这个荣鼎集团在2023年12月29日发表了一个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报告。报告的标题是“透过玻璃看世界：中国2023年 GDP 分析和未来1年的展望”。这篇报道开篇就说，尽管中国2023年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但中国几乎肯定会宣称已经实现了2023年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但是，萎缩的房地产、疲软的消费、贸易顺差的下降，以致地方财政的困难，意味着2023年的实际 GDP 增长更应该是 1.5%。结构性放缓仍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主旋律。这篇报道随后从 GDP 的4个支出方面详细分析了他们推测中国 GDP 2023年实际增长只有 1.5% 的原因。
第一，在企业投资方面，根据中共第3季度公布的官方数据，这一项对中国 GDP 年增长的贡献是 1.6个百分点，但是荣鼎集团自己的保守分析结果却是0贡献。第二，在政府支出方面，中共的数据是这一项对 GDP 贡献有 1.3个百分点，而荣鼎集团的分析依然是0贡献。第三，在家庭消费方面，中共数据是3个百分点，荣鼎的分析是2个百分点。第四，在进出口方面，中共的数据是负的 0.7个百分点，而荣鼎的乐观分析是负的 0.5个百分点。因此，他们预测中共会在2024年初声称2023年中国 GDP 增长 5.2%， 但是尽管他们的分析都是基于中共的数据，而且都是在努力往中共数据上靠拢，最后他们还是只能得出中国年增长 1.5% 的结论。在荣鼎集团这个报告出台18天后，中共果然如荣鼎集团预测的，爆出2023年 GDP 增长 5.2% 的结果，整个投资界一看中共这个数字，全都笑了。而且李强在达沃斯会议上也不忘记拍习近平的马屁，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2023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归功于政策制定者，就是习近平了。在中国放弃清零政策后，注重加强内部驱动力，而不是用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也就是中国没用什么资金刺激， GDP 增长就超过了习近平年初设定的 5% 的目标。但是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他说的这样。根据经济专家的分析，2023年虽然中国的 GDP 增长刚刚超过 5%， 但是中国的经济融资总量却增加了 27%。 这个巨大的融资规模导致中国今年的债务和 GDP 的比例上升了16个百分点，是有史以来第2大涨幅。也就是李强实际上是在胡说八道。中共不但采用了资金刺激的老办法，而且刺激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全世界都知道中国2023年的房地产投资在大幅下跌。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还是声称中国的企业投资在2023年有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在基础建设和高科技领域。中共声称在基础建设领域的投资增长了 6%， 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更是增加了 10%。 在中国2023年整体消费疲软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这些领域忽然涌现出如此巨大的新的需求，从而吸引众多企业在这方面增加投资。因此，如果中国企业真的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这些投资一定不是社会需求推动的，不是需求推动的，那就是政策推动的，一定是中共政策要求银行给这些企业的政策性贷款。这样的强制性贷款就是典型的刺激政策。投资人在整个2023年都在眼巴巴地盼望中共的大规模刺激政策。那么中共真的搞了这么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他为什么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给这些投资人打鸡血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这些刺激政策的钱其实都是在人家中共赵家人的内部进行的内循环，和你一般老百姓根本就没啥关系。我们拿中共报出来的数据相对比较多的中国房地产领域做例子，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目前中国房地产出现暴雷现象的企业都是私营企业，什么恒大集团啦、碧桂园啦、融创中国控股等私营企业。为什么那些国有或部分国有房企没有什么暴雷的消息呢？是因为这些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普遍比那些私营企业的管理水平高吗？对危机的预期更准确吗？这肯定是不可能的。这些国有房企最根本的优势是人家是赵家人，人家总能拿到连绵不绝的低成本资金。如果恒大集团现在还能源源不断的拿到他需要的资金，恒大中国最大房企之一的招牌应该现在还好好挂在那儿呢。中国人其实都知道赵家人和非赵家人人同命不同的现实，这就自然引发了一系列的后效应。例如，为了保险还想买房的中国人，现在基本
都会涌向有中共背景的房企，而尽量回避那些有暴雷风险的私营房企。这样一来，就更加加速了私营房企和国有房企的分化。近10年前，非国有的开发商在中国房地产领域占主导地位，他们的销售占了市场份额的70%。当时国有开发商占领的市场份额只有30%。到2023年，国有开发商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份额首次超过非国有开发商的份额，达到了51%。非国有房企的份额跌到了49%。可以预测，在中国房地产领域的这种国进民退的现象，更准确的说是党进民退的现象，未来会愈演愈烈。有专家预测，到2030年，非国有房企的市场份额会进一步跌到37%以下，这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中共在每次经济困难时期都会重申他们是支持民营企业的，但是一个行业一旦不再成功而走向危机时，就比如当前的中国房地产业，中共的一系列控制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就会在无声无息中促成党进民退的现实。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常识，但是很多人就是在装糊涂。目前世界金融市场机会很多，美国、日本、印度、台湾等金融市场的表现都很不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居然看到还有一些国际金融分析人士在鼓动人把钱投到中共国。我真不好说这些人是傻呢还是坏呢。我注意到媒体中报道的这类分析师很多都是中国人的名字，例如英国财经时报在1月18日一篇有关投资中国的报道中，他引用瑞银证券一个姓孟的中国股票策略师的分析。这位孟先生说，尽管一些投资人对投资中国持怀疑态度，但他认为现在仍是对中国 A 股市场积极投入的好时机。未来到底该不该投资中国经济呢？在我看来，中国至少有2个灰犀牛级别的风险，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第一，中国人新生人口数量的暴跌是人类罕见的。就是用中共充满水分的数据来看，在2016年，中国还有近1800万人出生，到2023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就跌到了900万，7年出生人口跌了一半。中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在7年中会逐渐失去一半的学生。没人能预见中国社会将会如何应对这样的场景。第二，习近平对中国的控制只会越来越严格，越来越深入细节。我们在节目前面分享了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达沃斯的演讲，他以阿根廷过去100年的经历做例子，讲述了大政府剥夺社会自由的后果。其实在过去70多年，中国的经历更生动地从正反两面验证了政府剥夺和给予民众自由对社会经济的巨大负面和正面的相应影响。中国人都感谢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促成了过去40多年中国人的相对富裕。但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核心不过是给中国人松绑，就是把之前老毛和中共捆在中国人身上的束缚给去掉一些。获得了一定自由的中国人用他们的勤奋创造出了目前中国社会的经济财富，这完全符合米莱讲的核心论点，给人民自由，人民就能创造财富。那么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未来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会获得更多自由呢，还是更多束缚呢？对此你我都非常清楚。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习近平核心思想，那就是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如米莱在他演讲中说的论点，这个论点也是世界和中国反复验证过的。等待一个没有自由社会的未来只有一个，那就是贫困。快速萎缩的人口和套在中国头上的越来越紧的中共紧箍咒，中国经济面对着这2个奔驰而来的灰犀牛，我们还需要讨论未来如何对中国投资吗？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